堂堂世界第一武道世家少主，父亲更是世间仅存的9大武圣之一。然而我却因为3年前的一个约定，背负了整整3年的舔狗骂名。就在我父亲气得准备把我回炉重造的时候，3年7秒，舔狗觉醒。东南武大的操场上，苏雨嫣一脸认真地看着身前的我说道：“宁兄，我怀孕了，给你一个娶我的机会。”我错愕的目光顺着苏雨嫣的手定格在那平坦的小腹上。3年了，我当苏雨嫣的舔狗已经整整3年了。3年前自己穿越到地心，正赶上镇守东南星门的老师战死，老师临死之前特意将最宠爱的女儿苏雨嫣托付给了自己。原本我是想要拒绝的，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的穿越金手指到账了。金手指的功能也非常简单，让我先当苏雨嫣3年的舔狗，3年后我便能获得系统的各种奖励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与老师定下3年之约。这3年我过得煎熬无比，因为苏雨嫣做的一天比一天过分，而自己为了系统却不得不配合她胡闹。最主要的是，我现在穿越的身份背景极其不简单，我所在的宁家乃是龙国东南域第一家族，自星门复苏800年至今为止，地心仅存活的10位人族老祖，宁家便占据其中1位。而在后星门时代，人族又诞生9位人族武圣，其中1位便是我的父亲宁战天，另外8个名额中的2位分别由我的2位叔叔占据。人族9圣，宁家独占其3，论比率之恐怖，宁家不次于京都的那些超级家族。而我在一层层家族光环的加持之下，一举一动自然是格外引外界瞩目。然而就是在如此可怕的背景之下，却是诞生了我这样一条舔狗。这3年的舔狗行为，已经彻底让我的舔狗大名传遍了东南域，乃至整个龙国，同时更是让家族全体暴怒，对我这位家族少主极其不满。就连父亲宁战天都曾不止一次夜里偷偷跑到我床前，恨不得掐死这个舔狗儿子，但最终还是没忍心下得去手。外界的嘲讽与鄙夷，我咬着牙坚持了3年，而今天就是3年之约的最后一天了。只要挺过去今天，系统就开始下发奖励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苏雨嫣竟然在最后一天给我憋了一坨大的。此时操场上已经聚集起了不少武大学生，纷纷震惊地看着苏雨嫣。以往我和苏雨嫣发生过不少炸裂的事情，但这个消息放在所有炸裂消息中也是非常炸裂的，所有人的视线全部汇聚在我一个人身上。然而我这次却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回应。苏雨嫣看着满脸呆滞的我，表情愤怒地瞪着我叫嚷道：“你在犹豫？你竟然在犹豫！”要是不知道情况的，还以为我就是那个负心汉。我长出一口气，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开口道：“我同意。”我此话一出，现场人群全部目瞪口呆。苏雨嫣再次昂起头颅：“这还差不多，只不过你刚才犹豫那么久，让我很不爽。而且嫁给你可是有条件的，彩礼必须要有，还要按照豪门标准。我父母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，女孩子出嫁也需要保障，嫁妆没有。你知道我父亲为了镇守星门战死，家道中落。另外婚后你必须要给孩子一个名分，对他要像亲生骨肉一样疼爱。还有，不要问孩子父亲是谁，不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，不能强迫我做我不想做的事。”苏雨嫣一口气说了一大堆，每一条都一如既往的颠覆3观，听得操场上的学生们都傻眼了。说完后，苏雨嫣看向我道：“怎么样，你能同意吗？如果同意，明天立刻举行婚礼。”我同意。我无所谓的点点头，反正第2天就会作废，我只是在等系统而已。明天我会按照地星最高规格的婚姻去接你，记得在家等我。听着我的话，人群死寂了不知道多久才反应过来。宁少竟然就这么接盘了！反应过来后，操场上喧哗一片。作为东南域第一家族大少，婚姻之事本就会引起无数人关注，多少家族与势力打破投降与之联姻，如今却以这样狗血方式结婚，可以想象引起的轰动会有多大。而最过得意的人还是莫过于苏雨嫣莫属，她非但丝毫没有因为怀了个野种而感到羞愧，反而为了宁修得知自己怀孕后，依旧不离不弃的选择娶自己而感到自豪。我等你，宁修，你是个男人，记得你今天说的话。苏雨嫣眼中闪过一抹得意，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鄙夷之色。不管她怎么玩怎么疯，都会有人接盘，而且这个人还是东南域第一家族的少主，这就是她苏雨嫣的本事和魅力。我轻轻一笑，如沐春风。放心，明天我会给你一个梦想中的婚礼。苏雨嫣突然眼眸一转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还有2点要补充。你也知道，明天是我爹的忌日，所以我不仅想让他老人家知道我怀孕的好消息，还要让他看着我幸福。所以我想让你当着所有祭奠者的面宣布娶我。可以，我答应了。明日我会准时赴约。师尊忌日，我从心里肯定是不想闹得太难看的，但苏雨嫣是师尊最宠爱的女儿，也是临死前的唯一牵挂。如今苏雨嫣变成这个样子，必然是师尊不想看到的。自己之所以答应下来，要挽回自尊是其一，抱着侥幸心理打醒苏雨嫣是其二。如果打不醒，那就毁灭吧，反正自己已经为师尊做出最后一次努力，问心无愧了。听到2人约定时间，操场人群顿时炸锅了。老武圣忌日现场，怀着别人孩子的女儿接受着东南域宁家大少的求婚，这个画面我都不敢想有多炸裂。不知道老武圣泉下有知是该哭还是笑。人群议论纷纷着，要知道老武圣的忌日不仅很多家族会到场，许多普通人也会祭奠，加上各大媒体的宣扬，他们都不敢想象这件事会有多么炸裂。此时苏雨嫣得意无比，这次她彻底满意了。那就明天见，我等着你的诚意。可以。我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，丝毫不拖泥带水，只留下一脸懵逼的人群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件事以东南武大为中心，迅速传遍了整个东南域个城。消息传出后，立刻引起一片轰动。而我从学校出来之后，就上了我那辆限量款龙骑车，直奔振兴城武圣陵园而去。武圣陵园里埋葬着东南域历代战死的武圣。苏天墓前，作为最隆重庆祝的3周年，提前1天前来祭拜老武圣的人已经络绎不绝。偌大的场地之上摆满了鲜花与祭品。感谢大家前来祭奠老师，
时间不早了，都回吧。我话语说出口后，身旁的管家阿祥开始清场。一时间，前不久还热闹无比的武圣陵园突然变得冷冷清清。我先是对着那张黑白的老照片来了个3鞠躬。老师，我来看您了。对于师妹苏雨嫣，这3年来我尽力了。如今3年之约已至，我不会继续照顾她，因为再继续下去也是害了她。希望您能谅解。明天，算是为了您给她上最后一课，也许会毁了她，也许能救她，但不论结果如何，希望您不会怪我。说完后，我再次3鞠躬，然后默默看着那张慈祥的面孔，沉默了。我想到了那天老师离去时的那双眼睛，在人们眼中无敌的武圣，在临走前的最后一刻，眼中的那最后一缕神采，也是对女儿的牵挂。小姐，小姐！东南武大一间修炼室，戴着黑框眼镜的小助理匆匆推开修炼室大门，将一部手机递到夏晴身前。夏晴擦了擦身上汗水，她好奇接过手机，目光定在画面的头条上。苏雨嫣怀孕，明日苏武圣忌日宁修将当众求婚。足足好几秒钟过去，夏晴倩丽的脸蛋迅速被一股黑云笼罩。苏天有3大弟子：夏晴、宁修、苏雨嫣。她和宁修是公认的青梅竹马，外界也以为这是一对。可自从宁修开始无底线的舔苏雨嫣，2人就渐行渐远，到如今已经形同陌路。但这个消息还是震碎了他的3观。苏雨嫣和宁修再怎么搞，他都不会干涉，也懒得干涉。可明天是老师的忌日，无数的家族、公众、媒体都会到场。这2人这么搞，简直是对老师天大的侮辱，他无法容忍与接受。夏晴走进兵器库，将大砍刀一节接着一节的往上接。很快，一个刀身加刀柄接近4米的砍刀就被拼接上，然后夏晴就这样扛着4米的大砍刀冲到地下车库，将大砍刀横在跑车之上，一辆巨型坦克式的跑车炸街而过，很快抵达武圣陵园。夏晴扛着4米大刀，气势汹汹冲了进去，来到苏天陵墓之前，果然看到宁修站在那里。好久不见，夏晴。见你马！站在4米之外的夏晴单手拎着大刀，猛地一挥，呼啸的风声戛然而止，刀刃紧紧贴在宁修的脖子之上。你脑子里都是大便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外界怎么说你？怎么说你宁家？他实在无法理解，宁家的无数男儿都是外界人疯狂追捧的对象，他们独霸东南尉迟是宇宙战场，他们的血与毒洒遍了人族出现的每一寸土地，哪怕京都魔都那些顶级家族都不敢在宁家面前张狂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巨无霸家族，却出现了宁修这样一条舔狗。夏晴满眼失落，刹那后满眼的失落变为决然。你和苏雨嫣怎么闹都与我无关，但是明日你们要是敢在老师忌日上胡闹，我就用这把刀剁了你们2个的狗头。我要剁了这逆子的狗头！宁战天坐在家主之位，目光冰寒无比。他猛然从座椅上站起身来，一巴掌将特制的合金座椅拍碎，目光扫视下方。宁战天开口道：“诸位族内长老放心，我宁战天坚决反对这门婚事。若是这个逆子执意一意孤行，为我宁家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，我宁战天会亲自罢黜他的少主之位，或是直接将他震入振兴塔毁物。”此时议事大厅内，宁家的一众多高层们的脸色是一个比一个黑，但听到宁战天亲口做出保证，宁家一众高层这才脸色稍缓，压抑的气氛也不知道过去多久。一名年纪与宁战天相当的中年男子开口道：“苏老武圣是个值得尊敬的前辈，为守兴门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虽然苏家没落了，我宁家可以不看人下菜碟，与他苏家联姻。可老武圣怎么生出了苏雨嫣这么个女儿？家门不幸啊！唉。”这时二长老宁山叹了口气：“先别说这些了，明日便是苏老武圣的忌日，我宁家还要不要去现场？”闻言，其余高层纷纷将目光投到宁战天身上。老武圣的忌日是一件大事，宁家是一定要到现场祭拜的。但如果明天宁修在现场向一个孕妇求婚的话，他宁家在龙国乃至于全球的名声就都毁了。去，不仅要去，我会亲自去现场祭拜。这个逆子若是敢闹事，我宁战天当场宰了他，祭奠老武圣。绝不姑息！宁战天说着就火大，实在是恨铁不成钢。一众多高层们看着宁战天也是真怒了，也就不再多说什么。这时大长老宁川再次开口道：“与东域叶家那丫头的联姻呢？叶家的某些高层本就对宁修极力抗拒，现在宁修传出这个丑闻，那些人也许会再次发作，说不定会上门退婚，也说不定。”众人闻言再次沉默。就在不久前，宁家高层刚刚敲定宁修的婚约，对方是东域叶家家主之女叶嫣然。叶家是东域第一武道世家，镇守着东域星门，并且叶嫣然可是最顶级的3F 橙色天赋，嫁给宁修算是下嫁了。因此叶家很多高层都强烈反对，可叶家家主力排众议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如今宁修再次发生丑闻，叶家指定会毁了这门婚约。宁战天神态疲惫地揉了揉眉心，说道：“作废便作废吧，若是叶家真上门退婚，那便退。总之，大家把心放肚子里，此事我会妥善处理。”东域叶家会议大厅，一群叶家高层聚在一起。走走走，然然，大伯带着你去看宁家那舔狗小子的笑话。呵呵呵，还有谁想去？叶家高层全体放假1天，都跟我去参加老武圣祭奠会。
叶振北身形魁梧，雄厚的狂笑声激荡在天南城上空，一把拉着叶嫣然的手就往外走。一群反对与宁家联姻的叶家高层也纷纷大笑着，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叶振北去看宁家笑话，让他们叶家天之娇女嫁给宁修这个废物。他们本来就100个不服气，现在宁修自己闹出这个事，他们完全可以凭着这个借口去上门退婚了。叶嫣然站在原地未动，而是转过头看向父亲叶震天。虽然他也很想过去吃瓜，但他知道叶震天与宁战天关系莫逆，自己能不能去振兴城还得看父亲的意思。叶震天看向一脸兴奋的叶振北，有些无语道：你们随意吧，大哥，去了现场不要太过分，也不要提退婚的事。叶振北哈哈大笑道：哈哈哈，毕竟是老武圣忌日，这个分寸我还是有的。我就是带嫣然儿过去看戏，至于退婚，哼，我家嫣然儿的事，老夫自然会去当面给他退了。说罢，叶振北就拉着叶嫣然冲出大厅，带着一众高层出了门。老武圣墓地，管家阿祥看着愈演愈烈的头条，只感觉头皮发麻。阿祥抬头看向我，狠狠咽了一口唾沫。少主，舆论现在对宁家很不友好。无妨。我站在老武圣墓前，神色平静无比。对于这种情况，自然都是在我预料之中的。东南域第一大家族少主做出这样的逆天之举，造成怎么样的舆论轰动，我都不意外。少主，真的不做点什么吗？还有，您明天真的要向苏雨嫣求婚吗？我笑了笑，哈哈，您想多了，我怎么可能会向苏雨嫣求婚？祥叔，我需要你去做一件事，给我动用所有人脉，3日之内，我要知道苏雨嫣怀的是谁的孩子。明白。我这就去查。看着阿祥离去的背影，我的目光又转移回了墓碑之上。我让阿祥去调查苏雨嫣怀孕的事，自然不是为了关心苏雨嫣，而是在当年老师去世之时给我留下了一些东西。只不过这些东西并不是传承，也不是留给我的，我只是暂时掌控开启的钥匙，需要等待有缘人继承。而这件事情外界出现过各种传闻，并且一直认为这是老武圣留下的传承，所以我怀疑是有人已经盯上了这份传承。苏雨嫣被当枪使了。不久后，阿祥回来了。少主，苏雨嫣怀孕这件事幕后怀疑与江家的江楚萧有关，不过需要时间确定。继续查，盯紧了。夜风如刀，清冷而孤寂。我就这样站在苏天墓碑前，并没有离去的意思，打算就这样一直站到第2清晴亮，同时等待着系统奖励的到来。眼看着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我即便早就有了心理准备，也难免心头激动。毕竟我为了激活这个系统，可是背负了舔狗之名3年之久。系统响起的不仅是一道提示音，还是我被戳弯了许久的脊梁骨啊！终于，就在时间刚过12点那一刻，系统提示音准时响起。恭喜宿主3年舔狗之约已至，舔狗第1天获得异象混沌主青莲。看到奖励的那一刻，我脸上涌现一抹狂喜。异象，传闻当武道在某种领域修炼到极致，就会出现一些异象，这些异象能震慑对手，助其杀敌，可以说是实力和天赋的象征。我在武道评级上只有 A 级的天赋，如今系统才刚刚出现而已，竟然就直接将我的天赋问题给解决了。下一刻，我顿时感觉脑海内卷起了一股混沌风暴，撕裂般的剧痛在大脑当中炸裂。这股剧痛来得快，去的也快，仅仅3秒钟过后，我便感觉一切恢复正常。我内视之下，发现脑海里竟然出现了一片混沌地带，这片混沌地带只有巴掌大小，一株青莲在其中安静的悬浮。下一刻，系统提示再次响起，奖励等级划分为1星到8星，8星最高，宿主每天可自动随机获得一种奖励，混沌种青莲为8星稀有奖励。我眼神忍不住涌上一抹狂喜。在蓝星上，统计在列的异象目前有100多个种类，虽然这种异象在蓝星上没有记载，但既然系统评级为最高的8星，想必等级不会太低。第1天就奖励了顶级异象，以后不就轻松起飞了？这样想着，我突然觉得这3年受的一切委屈都值得了。无敌的系统，无敌的家族背景，想不起飞都难吧？不知道我的天赋现在如何？一种强大的异象，不仅是在战斗中用来炫酷的装逼神器，更大的作用是能改变拥有者的天赋与资质。我现在表面上看是1级天赋，但如今拥有了混沌种青莲后就不好说了。以前因为整天围着苏雨嫣转，再加上修炼并不努力，所以哪怕有宁家的资源加持，我此时也只有5到2品后期，甚至连1级天赋的平均水准都没达到。脑海记忆流转，我打算尝试一下天赋是否发生变化。很快我就在记忆中搜索到了一部运转气血功法，结果1秒入道。此时在我背后若隐若无之间，似乎浮现了一株青莲，含苞待放，神秘气息弥漫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看到我，一定会震惊不已，因为随着那株青莲悬浮，连同周边的空间似乎都隐隐扭曲了，我整个人都仿佛置身于混沌之中。而最神异的是，围绕着这株青莲，竟然有一道道萤火般的小光点不停地从4面8方冲来，进入到我的身体当中。我体内像是有一座烘炉在轰鸣，不到半个时辰，我瞬间突破到了3品境，并且那些小光点还在源源不断地涌来，提升着我的修为。不知不觉一夜就这样过去了，我的境界直接一举突破，并且巩固到了3品境后期。晨曦破晓，天色终于放亮。这一天的龙国，无数的武道世家、武道势力，还有很多人群，自发地乘坐各种交通工具，从全国各地涌向同一个地点。这一天的振兴城，全国瞩目。清晨，老武圣苏天陵园的大门被打开，身穿着白色正装的苏家家主苏岳峰迈着龙行虎步走了进来，在其身后还跟着苏家的一众嫡系。苏雨嫣也在众多嫡系之中紧紧跟在苏岳峰身后。
苏月峰突然瞥了一眼苏雨嫣，担心说道：“雨嫣，你昨晚列出的那些要求会不会太高了？宁家真的会同意吗？”苏雨嫣闻言非常不屑，哼了一声：“宁家不同意，宁修同意就行了。这么多年了，只要是我提的要求，哪怕宁家强烈反对，宁修也一定会替我做到的。”苏月峰闻言也是淡淡点了点头，想到宁修以前的种种行为，也恢复了些许自信。自从大哥苏天陨落后，失去老武圣之称的苏家就变得一蹶不振，直接从顶级武道世家沦落到了三流世家。但是自从宁修这个舔狗出现以后，各种修炼资源都朝着苏家砸来，硬生生将苏家又从三流提升到了二流世家的水准。不然凭着他这个七品宗师，勉强维持在三流水准已经是极限了。不过虽然拿着宁家的好处，苏月峰却非常瞧不起宁修这位富家少主。大好男儿就该去万族战场厮杀，斩一族除异类，为人类流血，沉浸儿女情长有什么出息？不过是一个投了个好胎的废物罢了，凭什么想用宁家的资源？所以宁家的这些资源，苏月峰拿的是心安理得。此时墓碑前，我悠悠醒了过来，昨夜悟道一夜，对我来说就是转瞬之间的事。当看到自己此时境界，我也忍不住微微惊讶了一下。虽然2品后期到3品后期只是突破了一个低品武道境界，但哪怕是3S 级天赋，哪怕是在顶级资源加持下，也不可能这样突破。看来混沌种青莲这个意象为我带来的天赋比想象的更加恐怖。此时我侧头看到苏雨嫣走了过来，出来迎宾了。苏雨嫣招呼了一声，便转身走向门口。当两人来到陵园门口，便看到夏晴已经早早就站在门口迎宾。只是苏雨嫣心头一凛，因为在夏晴的脚边还躺着一把明晃晃的4米长大砍刀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陵园内外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人。老武圣的威名与号召力都没得说，即便已经失去了，人们依旧记得他对人类的功绩。这就是一尊老武圣的威名吗？生前身后都不可小觑。不知道宁家少主今天会不会跟老武圣女儿求婚？看到这个场面，宾客们都在议论着，然后就不可避免的议论到了我身上。毕竟这件事闹得太大了，而且是一个称得上极度狗血的年度大瓜。宁家的人来了，一声惊呼如同惊雷在人群中炸响，无数视线纷纷转移到陵园外。只见宁战天带人步入场中，身后跟着宁山以及宁川两人。这两人分别是宁修的大伯二伯，宁战天乃是龙国10大武圣之一，宁家另外2位武圣则是常年分别坐镇星门与地窟，而宁山与宁川两人都是8品金身大宗师。此时宁家来了一尊武圣与2位金身，简直是给足了苏家面子。宁战天走到陵墓前行礼后，目光直接停在我身上，火顿时上来了。我在其身上感觉到了一股杀气，有点大义灭亲的味道了。这时宁战天扭过头看向苏月峰道：“苏家武圣当年一人镇守星门，为宁家支援争取了时间，不然东南域星门失守，东南域30亿生灵将化为枯骨。苏老为龙国，为人族战到力竭而亡，有功，这枚金身骨髓液便赠与苏家，希望能助苏家重振。”宁战天大手一挥，一瓶金身骨髓液出现。虽然近些年苏家的所作所为让他很不爽，但该有的礼节还是要有。听着宁家赠送物品，在场的人群顿时轰动一片。这么大一瓶金身骨髓液，足够造就一名8品金身强者了吧？真不愧是宁家，一出手就这么大的手笔。苏月峰神色一怔，然后脸上瞬间浮现激动之色。金身骨髓液，他现在是7品宗师，这一瓶不正好助他突破8品金身境吗？苏雨嫣闻言也愣住了，宁家竟然在祭祀礼上送这么珍贵的祭礼，这是他没想到的。不对，一定是因为自己。苏雨嫣突然幡然醒悟，一定是宁战天知道宁修今天会向他求婚，所以不仅特意来现场，还带来了礼品。这还没过门就拿他当的儿媳妇看待了。想到这里，苏雨嫣突然信心暴涨，同时冒出个想法，他要重新调整一下彩礼了。金身骨髓液说送就送，宁家比他想象的要有钱的多啊！看着苏月峰和苏雨嫣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宁战天也懒得搭理，走完流程就退到嘉宾场地。老武圣忌日，这是我江家的礼。一名身穿着黑色正装的少年迈步走进场中。江家东南域第2武道世家，另外江家还有个身份，东南域第1财阀。宁家在武道上在东南域是当之无愧的霸主，而江家则是将生意做到了东南域的每个角落，财力上是当之无愧的第一，掌控着东南域所有城市70%以上的生意。说是控制东南域经济命脉也不为过，而拥有恐怖财力，自然武道上也不会差到哪去，稳稳跻身于东南域第2武道世家。眼前的少年便是江家第1顺位少主江楚萧，位置跟宁修在宁家位置一样，只是江楚萧不论是天赋还是生意头脑都比宁修风评高得多。3S 级天赋，还在武道大学便已经尝试被家族培养接受产业。此时江家能让其单独出场老武圣忌日这样重要场合，可见一斑。东南域第2大世家都到齐了，人群的目光被吸引，瞬间现场再次引起喧哗，同时人群也将注意力放到了江家的礼品上。众所周知，江家与宁家存在一些争锋，自古以来哪有心甘情愿当老二的？这是2瓶金身骨髓液，还请苏家主笑纳。这时江楚萧一挥手，一名下人立刻在身后走出，手上还捧着2瓶药液，现场轰然一片。江家不仅送的东西都跟宁家一样，数量上还压了宁家一头，这很明显就有点挑衅的意思了。同时人群也再次感叹江家的财大气粗。此时苏月峰已经激动得快绷不住了，老脸乐开了花。一场祭奠苏家直接造就3名金身强者，苏家终于要崛起了。江楚萧走到陵墓前祭拜完毕，目光扫过苏雨嫣，最后停在宁修身上。祝你今天求婚成功。江楚萧伸出手，一脸真诚地看着宁修。可这句话说出口，现场人群倒吸一口凉气。求婚的事在外界吵得沸沸扬扬，可现场没人敢提，因为宁战天在现场。江楚萧一语捅破，直接让现场炸了。人群瞬间感觉气氛骤沉，空气都冷了8度，因为宁战天脸色已经肉眼可见的阴沉了下去。也就号称东南域第1财阀的江楚萧敢说这种话了，要是换做别人，来年的今天坟头草至少得1米多高。众人屏住呼吸，目光齐齐聚在我身上，想看我的回应。我微微一笑，多谢，会的。我伸出手与江楚萧握在了一起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股杀气瞬间从宁战天身上冲了出来。看着淡定从容的宁修，江楚萧微微有些意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觉得宁修跟以前不同了。两人手掌一触即分，江楚萧便退
退到了嘉宾席上。接下来各大家族与势力嘉宾纷纷上去祭奠，一直到3个时辰后，常规流程终于走完。可现场气氛始终怪异，仿佛笼罩着一股阴云。就在祭奠结束时，没等人群散去，只见苏月峰站出来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满脸笑容道：“诸位来宾，大家先不要离场，在苏老武圣祭奠之日，还有一件事情宣布。至于是什么事情，想必大家已经听说了。”说着，苏月峰自豪一笑，目光则是看向我和苏雨嫣。这话一出，现场所有人精神一振，一时间人群嘈杂消失，就连各大媒体的镜头也疯狂调整角度，齐刷刷对准了苏雨嫣和我，两人瞬间成为焦点。苏雨嫣触碰到苏月峰的目光，会心一笑，迈步走了出来。宁修，我昨天想了一夜，你的求婚我都同意，不过我这个人向来低调，不喜复杂，所以我的要求不高。说着，苏雨嫣看向苏天墓碑，神情有几分动容道：“宁修，我别的不要，只想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，让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当着我父亲的面跟你要一个承诺。除了昨日我提到的在婚后你必须全力扶持苏家，另外我还有列举了一份彩礼名单，这是给我保障，我希望你能同意。毕竟我一个女孩子嫁过去需要安全感，而且我可是还怀着孕呢。”此话一出，现场所有人沉默了，好像哪里不对劲。很快有人反应过来，你特喵怀的好像不是宁修的孩子，哪有勇气一而再的提起，还拿着当筹码的彩礼啊？你说说看。好，我说给你听。苏雨嫣有些洋洋得意，同时美眸闪过一丝不屑。这舔狗可是真没有意思，不管自己说什么他都会一口答应，根本就没有一点骨气。你听好了。苏雨嫣在心里想了一下彩礼清单，通过刚才献礼，她的清单已经发生了变化。我爹为了人族历劫而死，我要一座东南玉帝哭下的一座能源矿，不过分吧？我苏家养我成人，我现在怀着身孕嫁给你，我再要你宁家东南玉产业的10%股份，不过分吧？还有，嫁给你后我要绝对的人身自由，你不能管我，要宠我爱我，不能欺负我，任何人欺负我你都要不顾一切的保护我。还有孩子出生后入了宁家户口，你就要对他负责。苏雨嫣一口气列举了接近30条要求，每一条都跟许愿似的，听得人群忍不住直咧嘴。当苏雨嫣说完，人群齐刷刷看向我，发现我全程平静无比，让人摸不清我得态度。但宁战天坐在嘉宾席，拳头都捏紫了，丢人丢到家了。他现在很想释放武圣威，压灭了在场每一个吃瓜群众。下情4米大刀不知何时出现在手，握得呲溜直响。这时苏雨嫣道：“宁修，我的这些条件你觉得没有问题吧？”我平静道：“没有问题。”此刻陵墓现场人群再也压不住，全场陷入一片哗然。苏雨嫣闻言也是得意洋洋，他就知道宁修会答应，以自己这样优秀的条件，宁修怎么可能会不答应？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又开口道：“不过师妹，你是想让谁娶你？竟然要了这么多的彩礼？”下情的刀一停，宁战天还在纠结是否大义灭亲的弹指一顿，人群神情齐齐一致。苏雨嫣也一愣，然后沉声道：“宁修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我老师的女儿，是我师妹，你现在怀孕了，要是真能找个这样牛批的人接盘，我作为师兄也为你高兴。”苏雨嫣脸色铁青，一脸冰冷的开口道：“宁修，我警告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刚才的话收回去，不然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”我无奈的摇了摇头，跟你简单表达一下吧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跟你求婚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哗然一片，苏雨嫣以及苏家众人更是脸色迅速铁青，一旁的苏月峰脸色也极其难看，他对宁修怒目而视。宁修，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没有责任心的男人，亏我还想把雨嫣一生托付给你，现在我宣布，你现在已经彻底失去娶雨嫣的机会了。还有，既然是你拒绝求婚，我苏家承受的一些损失你必须承担，你这样公然违约不仅是对我苏家不敬，也是对老武圣的不敬，所以不论如何，你必须跪在你老师墓前磕头谢罪。另外，雨嫣所说的彩礼上，你必须拿出一部分作为补偿，我苏家也不是不通情理之人，拿出1/3便罢了，否则我就是赌上我的宗师之名，也要上宁家讨个说法。苏月峰表现得极其强势，竟然直接以补偿的借口索要彩礼，然而却发现宁修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自己，看着宁修嘴角上扬的那一抹戏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放大。苏月峰顿时感觉仿佛精神遭受了莫大的刺激了一般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对待宗师你连最基本的敬畏之心都没有吗？苏月峰怒不可遏，胸口再次起伏起来。然而我却是看向苏月峰，不急不缓地向着他走了一步，缓缓道：“宗师之名，你可知宗师2字的真意？你配吗？”这句话像是触碰了苏月峰某根神经，他瞬间勃然大怒：“混账东西，你个吃喝玩乐一事无成的一品天赋废物少爷，连7品宗师都敢瞧不起了，你倒是说说我如何不配？你要是不说出个所以然，就算你是宁家少主，我也必将登门讨个说法。”面对苏月峰的强势质问，我却是脸上平静无波，慢条斯理的缓缓道：“你暗中授意苏雨嫣向我为苏家索要了多少修炼资源？这个不说，苏雨嫣在外面怀了野种，你第一时间不是检讨你这个叔父教女无方，而是让我这个无关人等去磕头谢罪，补偿你苏家一个连基本的礼义廉耻是非黑白都分不清的人，配得上宗师2字吗？”话音刚落，苏月峰再也忍不住。苏武圣陨落后，苏家确实是靠着苏雨嫣在宁家获得好处才重返2等世家行列，而苏雨嫣怀了野种这件事更加不是好听的事，这2件事足以让外界将苏家脊梁骨戳爆。苏月峰当即就炸窝了，他身上猛然爆发一股杀气：“你找死！你一个未成年的毛头小子也敢妄议宗师，今日我便带你父亲教训教训你！”苏月峰身影瞬间在原地消失，下一刻便是出现在了宁修的面前，眼看着那只大手就要擒住宁修脖子，然而下一刻，随着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，苏月峰身影却是如同一颗炮弹一般向后倒飞了出去，沿着地面没飞出去多久，忽然苏月峰身旁出现了一道人影，此人正是阿翔。他看着身前与地面平行倒飞着的苏月峰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”随后五指摊开，一把抓住苏月峰的面门，狠狠按在地上。而此时我将目光看向苏雨嫣，有些真相，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一下。而说完这话，我则是走到一个媒体记者身前，拿起一个话筒。所有媒体人被我这个举动弄得齐齐一愣神，反应过来后，上百家媒体人举着镜头和话筒，疯狂以我为中心汇聚。等到所有镜头汇聚到自己身上，我调整了一下姿态，开口说道：“3年前的今天，我的老师苏天老武圣星门
门一战结束后，拖着垂死的身躯回到地面。临死前，老师叮嘱我，从今往后的3年，不论是小师妹苏雨嫣提出什么要求，我都要无条件的答应她。我答应了，这3年我做到了，但也诚如大家所看到的一样，我变成了你们眼里的舔狗。不过就在今天，3年之约已至，承诺不在，我也不需要再去为苏雨嫣去做什么了。此话一出，苏雨嫣脸上表情瞬间凝固，而我的话自然也在现场人群引起极大震动。夏晴神色错愕，玉手握紧着大砍刀，愣在原地。宁战天这位武圣也难得目光闪烁，被这个真相弄得有些反应不过来。人群更是在短暂寂静片刻后哗然声响起一片。苏雨嫣此时脑袋更是嗡嗡的，完全被我所说的事实给惊到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苏雨嫣站在原地，久久无法平静，美眸涌出不可置信的神色。那这件事我为什么不知道？宁修，你为了逃婚故意编造出这个理由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不就是不想为我和孩子负责？我淡漠一笑，声音在平静中也夹杂着一股冷漠。我最后强调一遍，我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。3年之约我做到了，从此以后你我再无瓜葛。师妹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师妹。说罢，在众人注视之下，我又转过身去，对着苏老武圣的陵墓跪了下去，连磕3个响头。老师，您曾说过3叩结缘，3叩绝缘。当年您在番茄园偶遇收了我做徒儿，如今这3叩手过后，您我师徒缘分便算是尽了。苏雨嫣那里我尽力了，其余的以后只能由他去了。叩头结束，我则是缓缓站起身来，然后又顺势朝着陵墓深深鞠了一躬，接着便彻底挺直了身躯。苏雨嫣被我这一出闹得一愣，听着周围人群的议论声，苏雨嫣依旧有些不可置信道：“就为了逃婚，你直接跟我爹切断师徒缘分？”然而他看到的只有那双充满冷漠的眸子，我并没有回应他的意思。那股冷漠也是让苏雨嫣感觉到一股凉气从双眼直入心脾。他神色狰狞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昨天之所以答应向我求婚，就是为了今天反悔来当众狠狠的羞辱我。宁修，你好狠啊！再怎么说我爹也当了你3年的老师，你这样羞辱我苏家，你对得起他吗？”苏雨嫣是近乎咆哮着说出这些话，听着周围议论还有指指点点，苏雨嫣恼羞成怒，迅速走到宁修身前，举起巴掌就要朝着宁修的脸抽下去。然而一股威压直接扑了过来，苏雨嫣直挺挺的跪在了地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跪在了老武圣的墓碑之前。是阿祥动用8品精神威压直接镇压了苏雨嫣，苏雨嫣眼中的所有光芒迅速消失，最后变得呆滞无比。宁修，我不会原谅你，哪怕你跪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他不懂也想不通，宁修以前那么舔自己，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一个舔狗，怎么突然会这样对他？还是怀有身孕的他？这一刻，苏雨嫣心态直接崩溃了，美眸中最后一丝神采逐渐消散。而我任凭苏雨嫣怒吼着，不再理会他的胡搅蛮缠，抬手一震，在空间储物界当中取出3枚檀木箱子，语出惊人道：“当年老师陨落前夕，将一些东西交托到了我的手里。这个传闻，我想很多人都听过。”此话一出，现场人群纷纷神色震撼，而后无不闪烁出疯狂的炙热。唯有同为武圣的宁战天神色平静，眉眼微微一挑，瞥了一眼儿子宁修。江楚萧也是猛然抬头看向宁修，那目光凶残冷漠至极。而原本双目失去神采的苏雨嫣，呆滞的眼睛里瞬间迸发一股亮光，我眼里光芒闪烁，在神色各异的人群中扫视一眼，说道：“这3个箱子里是什么？老师没说，这也不是留给我的。我目前的身份只是暂时执掌钥匙而已。老师只是让我在3年后的今天将此事公布于众，而这3个箱子则是需要分别等待3个有缘人才能开启。”所有人精神一振，目光炙热地看着3个箱子。我一脸淡笑，然后继续说道：“不久后我会择期公布开启第1个箱子的日期，届时凡是感兴趣的人都可以选择碰碰机缘。今天的一切闹剧就到此为止了，感谢诸位前来参加老师祭奠日。宁修还有要事在身，就不便奉陪了。祭奠日结束，诸位也可以自行散去了。”我说完后就朝着场外走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：“宁修，这箱子你不能带走，那是我大哥留下的东西，他就是我苏家的。”苏岳峰见到这个情况一下子急眼了，可才挣扎着踏出的脚步，当场身子又直挺挺的趴了下去，连大理石板都纷纷爆裂。阿祥一脚踩在苏岳峰脑袋上：“这位宗师，请你老实点。”随后阿祥紧随着跟我走出武圣陵园，神色畅快的看着我，显然今天我的表现非常出乎他的意料。此时我忽然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，夏晴扛着4米长的大刀突然出现在了前方，一时间两人相对无言，谁都没有说话。最终夏晴打破沉静，主动开口道：“宁少怎么不舔了？你真的是受老师所托？”我耸了耸肩，原因我已经说完了，希望如此。不过可惜这把刀今天没见血。夏晴说着将砍刀拆成2截放置到跑车上离去，阿祥也将我护送上车，就启动汽车扬长而去。陵园内一片狼藉的现场，人群看着苏岳峰和苏雨嫣，有嘲讽有怜悯，但唯独没人敢上前搀扶，因为宁家那位武圣还在。哈哈哈！突然一声大笑震得众人头皮发麻，宁战天背着手仰天大笑着离场，身后的宁川和宁山也哈哈大笑着，场面一时间有些诡异。全程宁战天一句话没说，甚至就连苏岳峰数次对宁修显露杀机，宁战天也没表现出出手的意思，但此时的态度已经说明一切。今天宁修的表现他这个当老子的很满意，连武圣的逼格一时间都没忍住崩了。本来以为这个舔狗儿子废了准备练小号了，现在看来还有救。随着宁战天第1个离场，各大家族与嘉宾也纷纷离开现场。大伯，笑话没看成啊？但这个宁修也不是传说中的舔狗啊。人群中一名少女与一名中年男子朝外走着，正是东域叶家的叶嫣然还有叶振北。剧情不对劲啊！叶振北满脸疑惑：“大伯还去退婚吗？”叶嫣然突然问道：“退？为什么不退？这小子配不上你，好不容易抓住这个机会，赶紧退了。”叶振北闻言立刻一瞪眼道：“不过在退婚之前，我先带你去东南武大转转。你不是一直想挑一挑东南武大的舞榜吗？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过去看看。”看着陆续离去的人群，被家族子弟搀扶起的苏岳峰此时脑袋快要气炸了。今天过后，苏家恐怕会成为全世界的人笑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甘啊！苏岳峰气急败坏，发出不甘的嘶吼，五官都扭曲了起来。大哥，你为什么将东西留给那个狼崽子？难道你心里没有苏家吗？苏岳峰仰天长啸，一口老血吐了出来。今天发生的一切，
尤其是2次被宁修身边那个叫阿翔的管家按在地上摩擦，让他这位7品巅峰宗师近乎留下了一道心魔。很快，在祭奠日上发生的一切如一颗重磅炸弹投入网络，各大媒体平台上迅速登顶头条热搜第一。而最大的转变自然是宁修舔狗人设的崩塌引起了人们热议。而此时回到家中的我，也迎来了第2次的系统奖励。舔狗第2天奖励一剑独尊。看着第2天奖励的剑招，我仔细查看后心头也是一惊。此剑诀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招式，它只有一个剑招，一剑斩出化繁为简，亦能摧枯拉朽。研究了一会，我将注意力在剑诀上收回，又内视了一下脑海中的那片混沌地带。那株含苞待放的青莲依旧悬浮在混沌当中，仿佛亘古不变一般，透着古老沧桑的气息。不论是异象混沌种青莲，还是一剑独尊剑诀，都是珍贵无比的能力。仅仅这2日的2种奖励，都足以让我成为当今顶级天骄人物。我不敢想象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获得奖励后的自己，再加上宁家背景板的加持下，自己的未来会有多么逆天。此时耳边传来阿翔的声音：“少主，家主召唤你过去。”好，我应了一声，便朝着家族会议大厅走去。此时偌大的会议室内灯光明亮，宁战天就端坐在家主之位，下方左右坐着是宁山和宁川，再往下方则是族内其余高层。拜见诸位叔伯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走到会议厅后的我从容对众人行了个礼。只是此时，一众宁家高层看着我的眼神变了，从容不迫，不卑不亢。这还是曾经他们以为的那个舔狗少主吗？突然变得有些看不透了。宁战天看向我，眼神带着一丝宠溺：“修儿，你昨日在祭奠日上说的可都是真的？”“是真的。”我回应道。“哈哈哈，好好好。”宁战天畅快的放声大笑一声，宠溺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欣慰。“修儿，我跟族内长老商议了一下，决定将族内的一些生意暂且交托你打理。你不要担心，前期不会太多，只是让你熟悉家族的业务。毕竟你还有1年才从东南武大毕业，虽然你的武道天赋只有1级天赋，但以咱们宁家的实力，就是堆也能把你堆成8品金身。若是有机遇，若9品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你只管用心修炼，其余不用担心。”我闻言不动声色点点头。我知道父亲，我对这些很看得开，而且我觉得武道一途，天赋并不是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成为至强者的绝对因素。哈哈哈，好好好，你要修炼上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，哪怕是要一族魔龙的龙魂爹也给你抽来。宁战天老怀畅味，满眼都是老父亲的慈祥，没有一丝武圣的威严。不过他很快收敛笑容，神色严肃叮嘱道：“小风，10日后886编号从星门回归，记得回家。”闻言，宁家所有人也瞬间表情严肃。我愣神片刻，便回忆起了这句话的意思。在与星门和地窟对抗中，常年有大量人族武者战死，有些尸骨无存，有些好歹还剩下尸骨，这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也会陆续的运送回地面安葬。886号意味着的含义是今年的第886批战死的武道强者。我神情也跟着严肃起来。知道了。对了，最近叶家那丫头来了东南域，好像去东南武大了，你小心点。我虽然一脸疑惑，但还是应了一声。随后我先一步离开了会议室，回到修炼室，我立刻进入到修炼状态中。混沌那株青莲再次生长，距离绽放又近了一步。接着我心念合一，1秒入道，下一刻竟然出现在了混沌空间当中。那株青莲就稳稳地坐落在身旁。看着这一幕，看着那株比自己还高的幼苗青莲，我忍不住啧舌。在这青莲上面，我感觉到了一股特殊气息，自己仿佛接近了道。心有所感之下，我下意识心念一动，伸出一根手指，就这么以指代剑，用出了一剑独尊剑诀，平平无奇斩出一剑，剑光瞬间没入混沌中，没有任何波澜。与此同时，在东南域某处戈壁滩出现一道10多丈长、几丈深的惊人沟壑。混沌空间中，我自然是并不知道这一剑的威力。在我看来，这一剑平平无奇，只是我感觉沉浸在了某种意境中而已。紧接着又连续斩出了3剑，这4剑分别是一剑独尊剑诀的4个剑意境界：利剑无益、软剑无常、重剑无锋、腐朽木剑。尤其是最后一剑腐朽木剑，我明显感觉自己像是斩破了什么。混沌空间被撕裂出一道缝隙，一缕光芒透射进来后迅速被放大。当我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修炼室内，突破4品了。我一脸惊讶地看着此时境界，竟然在不知不觉中突破了。我突然想起腐朽木剑斩下的那一刻，斩破的应该是3品到4品的桎梏。丁，舔狗第3天奖励苍天霸血。就在这时，听到系统的声音，我才发现已经过去了1夜。我取出那精血，一滴紫色水滴悬浮在身前，给人一种沧桑与厚重之感，仿佛蕴含着一座荒古的世界。苍天霸血，顶级血脉。看完了苍天霸血的介绍，即便我也忍不住有些激动。在地心上确实会诞生一些恐怖的体质，星门星族和地窟一族更是常见，但迄今为止人族好像没出现过叫苍天霸血的血脉。我是第一个，而且远远比其余体质强悍。我一口吞下苍天霸血，开始炼化，体内传来如同诸天轰炉轰鸣之声。时间流逝，很快2天过去了。丁，舔狗第4天奖励天象龙虎丹。丁，舔狗第5天奖励战力增幅卡，使用后可增幅3000点战力。这2天的奖励现场到账。到了第3天，我终于将苍天霸血炼化完毕，缓缓睁开眼睛，我嘴角扬起一抹笑意。此时我稍微运转气血之力，通体便闪烁淡淡纯紫光辉，如同一颗颗萤火般萦绕身体。铿锵铿锵，我用拳头在身上砸了一拳，发出敲打钢铁的声响。天赋无敌，肉身无敌，还有无敌的武道功法。我想着仅仅这几日的奖励就已经让我达到这个地步，以后会达到什么程度，恐怕冲击武圣也用不了多久吧。我看了一眼这2日的奖励，一颗丹药，一张增幅卡，虽然没有前几天珍贵，但却很实用的东西。我起身推门走了出来，就看到阿翔正在门口扎着马步。少主，这是你需要接手的产业清单，家主让人送过来的。我淡淡点了一下头，便接过清单看了起来。武道图书馆、武道拍卖行、武道角斗场、妖兽屠宰场，上面一连列了接近10个都是跟武道相关的产业。突然我眼睛一亮，我竟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，东南武大天使投资人。我神色有些愕然。武道大学虽然直属教育局管辖，但因为全国武道大学太多了，武道资源严重不足，所以也会对外招募投资人。对于武道人才的培养基地，任何一所武道大学都是各大武道家族打破头
头都想投资的，砸一些资源能打通很多的人脉，将来这些武道学员会分散到各个领域，成为各行各业的人才。所以参与一个武道大学投资，就意味着掌控一条了不得的人脉。只不过当看到投资份额的时候，我脸上错愕的表情还是再次显露了一丝意外。90%这个投资比例，我摸了摸鼻子，也就是说东南武大是我家的。东南武大作为龙国排名前10武道大学，各大族恐怕抢破头都想做投资人，也就宁家有这个实力能控股到90%。我有些哭笑不得，也就是说我现在既是东南武大的学员，又是幕后实际控制人。走吧，很久没去东南武大了，去转转，顺便找校长谈谈生意。我笑了笑，便站起身朝着外走去。此时东南域苏家上下一片愁云惨淡，苏岳峰满脸崩溃，这几天他的电话都被打爆了，都是趁此机会向苏家落井下石的。短短几天的时间，苏家的上市企业全都遭受重创，就连几家幕后控股的企业也被人扒出，股票每天跌停。就在这时，苏岳峰的手机再次响了，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苏岳峰有些不耐烦地接听了电话，通过前后只有几秒钟就挂断了电话。苏雨嫣赶紧问道：“二叔，又是谁？”苏岳峰有些没好气道：“是东南武大校长那个吸血鬼，是修炼资源的周期投放时间又到了，给咱们要修炼物资呢。雨嫣，今年就由你过去走一趟吧。”苏岳峰叹了一声气，然后将想法跟苏雨嫣说了一下。苏家在东南武大占股不多，只有0.5%，这还是当年宁修给他们争取的。而苏家如今的现状很难维持这类的支出，所以他打算让宁修去承担今年的资源投放。当年这个福利是宁修为他们争取的，现在他们出不起这个钱，当然必须宁修负责了。而这自然就要由苏雨嫣去跟宁修去说最合适。苏岳峰看向苏雨嫣说道：“雨嫣，现在只有你才能跟宁修说这件事。苏家现在资金紧缺，已经没能力支出这些多余开销了，要不然你抽个机会跟宁修见一面。但是二叔，我那天跟宁修已经闹掰了。”苏雨嫣想到祭奠日发生的事，尤其是宁修那冷漠的眼神，就一阵心虚。苏岳峰突然道：“你不觉得那天宁修的行为有问题吗？”“什么问题？”苏雨嫣不解。“宁修以前对你言听计从，从来不会反驳，他说是你父亲的承诺。但你想想，我大哥对你这个唯一的女儿从来没有半分溺爱，他会说出这样的临终遗言吗？很明显，宁修他有难言之隐。这些天我也想通了，回想那天的场景，一定是宁战天在其中捣鬼。比如宁战天拿你去威胁宁修，他对你突然那么冷漠无情，完全是为了保护你，但实际上他一定还是爱你的。你想想，一个爱了这么久的人，怎么可能说不爱就不爱了？”苏岳峰负手而立，侃侃而谈，自以为找到了很多漏洞。苏雨嫣闻言眼睛一亮，没错，一个爱了这么久的人，怎么可能说不爱就不爱了？还有他父亲苏天活着的时候，一直对他严厉无比，没有一点的宠溺，怎么会在临终前说出那样的遗言？想通了这些，苏雨嫣这些天的阴霾一扫而光。我立刻去找宁修，只要他乖乖跟我认错，并且帮苏家把这次的资源给补上，我也不是不能原谅他。但他要是继续执迷不悟下去，我就再也不理他了，哪怕是等到孩子出生了，我也不会让他再见我，再见孩子。苏雨嫣摸了摸肚子，一脸决然地说道。说完就转身朝着外面走去。经过苏岳峰的一顿脑补加分析，苏雨嫣觉得自己的自信又回来了。宁修并没有脱离他的掌控。东南武大操场上，我狠狠地打了个喷嚏，然后径直向校长室方向走去。就在这时，前方一道亮丽身影出现，看到我的那一刻，夏晴美眸闪烁一丝意外，随即便恢复了以往的冷漠。入学3年了，这还是我第2次在学校看见你，这次比上次有出息。没跟在苏雨嫣屁股后面，夏晴嗤笑一声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。我干咳一声道：“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？不堪，也就老师祭奠日那天看你还像个人。”夏晴再次嗤笑一声。当我正要开口时，突然苏雨嫣走了过来。宁修，你竟然真的在这里？几天不见，他在面对我的时候，又恢复了以往那种居高临下的高傲姿态，语气当中也全然是拿捏的语气。原本他是对宁修是没有任何信心的，但今天竟然在学校见到了宁修。以往宁修除了追在他屁股后面以外，从来不会来武大上学的。此时很明显，宁修是知道自己会来学校，所以过来等自己。想到这里，苏雨嫣顿时又自信满满了起来。而我对于苏雨嫣能出现在这里也在意料之中。我知道苏家在武大也占了股份，还与我有关，只是这女人这个姿态好像不太对啊。我微微皱眉，你有事？苏雨嫣声音清冷，我确实有个问题想问你，如果那天你没有拒婚，而是向我求婚了，宁战天叔叔会怎么对你？求婚？那根本不可能。但如果求了他，当然是会杀了我。苏雨嫣长出一口气，果然如二叔所说，宁修是有难言之隐的。我原谅你了，宁修，但是你先别高兴太早。我可以不要彩礼，可以不要风光正娶，毕竟我怀的不是你的孩子。宁战天叔叔在乎家族名誉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只有一点要求，我爹的东西你凭什么要拿去送给别人？我不同意，你必须把东西还给我，那是属于我苏家的东西。苏雨嫣完全是一副命令的口吻，根本不给我反驳的余地。看着苏雨嫣这个姿态，我也是有些无奈的。这女人好像把几天前的事都忘了，不仅要求我归还老师的箱子，竟然还想着能嫁给我。想什么呢？那是老师留下给有缘人的东西，与我与苏家都无关。我好像已经说过了吧？我不管，我不管。苏雨嫣直接选择无视。你说我爹留给你就留给你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这可是武圣留下的东西，谁知道是不是你用什么卑鄙手段得到手的？宁修，你是个男人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想娶我，先拿出你的诚意来。看着胡搅蛮缠的苏雨嫣，我没耐心跟对方讲理。就在3天前，阿翔可是直接让他跪在了无数人面前。他现在是从哪冒出的自信，继续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？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。我希望你能准备好一切，不然你在我这里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苏雨嫣说完，径直朝着校长室走去，不过却有意的减缓脚步，因为夏晴就在前面。见到夏晴，苏雨嫣就跟一头小猫似的乖巧的窝在后面跟着，我则是跟在两女身后走着。校长室，校长传东海正坐在座位上，端着一份名单认真看着，身后站着一名身材魁梧、面相有些憨厚的青年武者。此时传东海开口道：“传虎，一会人到了就由你去跟他们谈谈今年各大家族资源投放的事，别怕被拒绝，尽管开口往多了要，你多要一些资源，学员们就能多分点，多分点就能多变强一点，可能就是这一点，也许在他们未来的历练中就能
保住一条命。传虎精神一振，清澈而愚蠢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坚定道：“爸，你放心，我传虎胃口大得很。”正在这时，校长室的门被推开，一道身材修长身影走了进来。江公子您到了，快请坐。传东海立刻站起身，换上一副热情的神情。来人正是江楚萧。走进校长室后，江楚萧淡淡点头，算是回应，然后也不客气，便走到一张座位上坐下。随后，办公室的房门再次被人推开，先后一连3道身影接连进了门来。最前面的人是夏晴，夏晴径直走到一张座位坐下。苏雨嫣对着传东海微笑点点头，也坐下。最后走进来的我则是坐在最侧面、最不显眼的那把椅子上。嗨嗨，恭喜您少主，这次接手资源投放商讨，看来您以后也要逐渐接手您家生意了。一旁传东海开口道，几人闻言纷纷侧目，神色之中带着意外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再一次被人推开，所有人目光齐刷刷汇聚在进门的人影身上。进门的同样是一名少年，紧身迷彩背心、迷彩裤，皮肤黝黑，浑身肌肉爆炸，像铁打的一般。他手里拎着一把刀，气血浓烈，一股无形的煞气围绕着他，形成一股气场，看得出是经历过杀伐的武者。道义，快过来坐，就等你了。传东海看到青年竟然难得露出一丝笑意，微微起身做了个请的手势，可见对青年的重视。传校长不必客气，我才从东南星门回来，有些匆忙了，没来得及换行头，希望大家不要在意。青年随意在一把椅子上坐下，将那把合金刀轻轻放在桌上。季道义，我心中呢喃，同时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。季家是东南域第3大武道世家，排名只在宁家和江家之下。宁家以武道实力著称，江家以财力著称，而季家比较特殊，季家全族都是军部的人。这个季道义据说从小在军部长大，虽然也是东南武大的学员，但外界只知道他是 SS 级天赋，具体实力如何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他常年扎根在星门或地库历练。看到几个代表都到场了，这次传东海反而不说话了，坐在座位上微微低垂着脑袋，一副垂帘听政的表情。而传虎看到老子这个模样，自然也明白了什么意思。既然诸位都到场了，咱们就来谈谈今年的资源投放。我长诸位几岁，斗胆称几位一声学弟。咱们武者讲究个直来直去，今天既然是谈投放资源，咱们就干脆一点，几位学弟的家族能拿出多少资源？闻言，夏晴第一个开口，夏家还是跟以前一样，苏家也跟去年一样。苏雨嫣把苏家的要求与投放资源也简单说了一遍，只是他说的有些心虚，毕竟这笔资金对于如今的苏家来说就已经有些捉襟见肘了，还要指望着宁修出资呢。传虎看着苏家和夏家的清单，这2家他并不意外，也不指着剐蹭出什么油水。肥阳是宁、江和季这3家，传虎目光微微瞥了一眼3人。江楚萧轻声笑道，江家在去年基础上综合追加30%，至于东南武大对江家的输入条件没有固定要求，只要不比往届低就成，只是战鼓就要变一下了。去年江家战鼓4%，今年我江家要15%。另外，今年的武道大阅兵的东南域队伍的赞助要由我江家独家赞助。此话一出，现场气氛瞬间一致，所有人下意识看向宁修。武道大阅兵是每年最隆重的事，这个赞助是个宣传的好机会，但以往都是宁家独家赞助，江家这是要抢了，这个我做不了主。传虎说完，然后看向我，别的或许可以商量，这个事宁家肯定不会同意，赞助的是江家就别惦记了，谁都没有机会。事情突然变得复杂，传虎不知道怎么谈了，在一旁挠着脑袋向传东海投去求助的眼神。这件事以后再谈吧。传东海此时也有些头疼，他接过话说了一句后，则是看向季道义问道：“季家呢？还跟以前一样吗？”季道义挺了挺脊背，高声道：“传校长，资源上在以前的基础上再加10%，但是季家这次要占股5%，毕业后的人才输出比例至少要30%以上。对了，季家这次代表军部。”说完，季道义还特意补充了一句。传东海倒吸一口凉气，以往宁家独占90%股，各种占比资源宁家也接受至少80%，这次江家要抢宁家的独家赞助，季家要抢人才输出比例，还搬出了军部，这2家是开始不把宁家放在眼里了。传东海一时也拿不定主意，看向宁修说道：“宁贤侄，宁家今年资源如何投放？”我闻言这才缓缓开口道：“上次星门一战，宁家获得了一座星源矿，父亲听说东南武大的修炼塔100多年了，年久欠修，所以想给东南武大换一座。”我轻描淡写，但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面色瞬间由错愕转变为震撼，紧接着齐齐倒吸一口凉气。星源矿那是只有一族大本营才有的矿源，一族修炼的武道依赖的便是星源矿，原产地只有星门战场，这玩意人族武者同样能用来修炼，是任何修炼资源都比不了的，关键是有钱都买不到，只有宁家能抢到。此时我突然又说道：“宁家在东南武大的资源跟往年一样，一分不能少。”传东海闻言立刻冷静了一会，看向江楚萧和季道义道：“2位贤侄，修炼塔对武大至关重要，江家和季家还按照以前的比例走如何？实在不行少投点也行，东南武大给你们2家的份额不变。”江楚萧垂着眸子想了一下，嗤笑一声道：“罢了罢了，事不如人，事就不如人，没法争。”江楚萧非常清楚，星源矿出现的那一刻，江家就没得争了。江家有的是钱，可偏偏星源矿这个东西钱买不到。季道义则是脸色不太好看，看着我说道：“宁少主，上次镇压星门一战，我季家损失惨重，军部一是有大量新晋武者战死，现在急需新鲜血液，否则3年后的研魔海一战，东南域军部很危险，能否让让？可以理解，但上次那一战，宁家同样损失惨重，宁家也要为3年后的荒古血域战场做准备。”季道义闻言不满道：“地理位置上，研魔海在荒古血域上游地带，若是我军部镇守不住研魔城，你下游的荒古血域如何打？这个与我无关。武者尤其是新鲜血液太稀缺了，我让不了。各大家族为什么不惜砸资源赔资源，也要抢着往武道大学砸？就是因为武者值钱，尤其是新学员、天才学员更是值钱。现在的地心，全球各国不缺人口，但缺武者。每年踏入武道的武者数以亿计，但随着地窟星门局势不断恶化，战死的武者更多，供不应求。”季道义脸色一冷：“宁家年年拿大头，让别人怎么活？总要适当退一步，退步。”
凭什么退步？我侧目冷声道：我宁家出的力最大，死的人最多，地窟星门都是由宁家主要镇守，但哪一寸土地上没有我宁家人的血？人族要争，武者要争，我宁家自然也要争，但是争是要死人的。我宁家不愿争，但我宁家要是不争了，要是退了下去，谁能顶得住？军部还是江家？江楚萧连忙道：哎，宁少主此言差矣，你和季家军部的事别捎带上我江家。我江家打仗出人，人不够捐钱，没差过事，没差过钱，也更没对不起过谁。你们死人，我江家人也是等比例死了不少的。说得好！季道义脾气火爆，一把拍到合金刀上。宁少主莫不是真以为只有你宁家的人在流血？我季道义一向不喜欢废话，宁少主敢不敢跟我打一场？用拳头说话。我精神一动，打一场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你是 SS 天赋吧？季道义冷声道。宁少主不敢，也是，你似乎只是个 A 级天赋。听出季道义是有意激怒自己，我也不在意道会不会不公平。季道义嗤笑一声道：也是 SS 级天赋欺负你一个 A 级天赋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。这样吧，我可以让你一只手。我摇了摇头，我是怕别人说我欺负你，那我真要谢谢宁少主关心，但是大可不必。季道义说罢，便一把抓起合金刀，起身朝着外面走去。这里不方便施展，武道擂台上见。季道义头也不回的推门走出。见到这一幕，传东海等人纷纷看向我。天赋的差距，哪怕再怎么努力也是无法逾越的鸿沟，更何况季道义天赋、努力、资源都不差，而宁修不仅天赋普通，这些年还因为苏雨嫣武道落下了不少，恐怕连立级天赋大众水准都达不到。此时却接受了季道义的挑战。擂台上，季道义拎着合金刀，一只脚掌重重踏在地上，我则是缓缓走到季道义对面，小心了。季道义双腿猛然弯曲，接着便轰的一下宛若炮弹，身子朝着我冲来。简单的一拳没有任何花哨，有的仅仅是浓烈的气血之力。这股气血之力夹杂着更为暴虐的煞气，让场下所有人感觉如同胸口压了一块巨石。然而场上，当季道义一拳轰在我手掌上时，他浑身沸腾的气血之力在瞬息之间崩溃，然后拳头被那手掌死死抓住，任凭他如何挣扎都挣脱不开。四品武师，你怎么可能是四品武师？我轻轻甩手，季道义声音戛然而止，身子比以来时更快的速度砸向擂台之上。现场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。宁修，你隐藏的真深啊！没想到你竟然已经突破到了4品，是我大意了。我们再来一场。季道义狼狈冲出，直接原地一踏地面，再次如炮弹冲出，恐怖的爆发力让他身子一跃10多米之高，凌空跃到我身前，居高临下的俯瞰我。看着瞬间跃至身前的季道义，我面色平静，结局还不是一样，你只是没认清现实罢了。我抬起一巴掌抽了过去，然而却呈现出了一股更为震撼的效果。这一巴掌，众人分明听到了在季道义的那条手臂上传来一道嘎嘣声响，那是骨头崩断的声音。只见季道义身子狠狠摔在擂台之上，特制的合金擂台虽然没有任何损坏，但明显剧烈震颤了一下，全场呆滞。看着趴在地上的季道义，眼睛都要凸了出来，一股凉意从天灵盖灌入全身，依旧是碾压。趴在擂台上的季道义身子颤了一颤，单手撑了起来。这次他目光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愤怒、屈辱，眼中充斥各种情绪。还要打吗？我看着他淡淡道。季道义一只手抓着断臂，冷冷凝视我道：还没完。我摇了摇头，看来还没认清现实。这句话一出，季道义顿时暴怒，他何曾被人这样轻视过？还是同辈，连军部那位武圣都亲口夸过他有武圣之姿，此时竟然被一个 A 级天赋这样嘲讽，他怒目圆睁，脸色阴沉到滴水。与此同时，他身上发生惊人变化，眉心浮现一道黑纹，迅速蔓延向全身血管。很快，季道义全身布满黑色纹路，惊人的煞气爆发，他的外形迅速发生变化，在他背后竟然生长出8条手臂，10只巨大的黑翼，在其头顶上方一颗庞大的黑龙头凝聚，紧接着一头数十米高的黑龙成型。季道义居高临下，冷冷凝视我，跪下认输。这就是10翼黑龙意象吗？好像很一般。这时季道义才突然注意到，我面对他的意象竟然平静的出奇。意象最大的作用就是附带远超铜镜的威压，对对手造成强大的心理威慑。然而宁修这是什么情况？看着一脸诧异的季道义，我笑道：刚好我也觉醒了意象，给你看看我的。我话音刚落，没等季道义反应过来，就见我身后大片苍穹瞬间化为青色混沌，在这片青色混沌当中，一株青莲含苞待放，安静矗立在高天之上的混沌当中，透发着一股古老沧桑的气息。万古青天一株莲，扑通，威压直接压在季道义身上。季道义当场跪在了我身前，他身上的10翼黑龙意象也同样在站立，缩成了一个巨大的黑团子。擂台上方2个意象相对而立，只是此时那黑龙意象却是颤颤巍巍，虚幻的意象随时都要崩溃。所有人看着这一幕，一时间鸦雀无声。宁修只是 A 级天赋而已，竟然也觉醒了意象。在武道历史上，低级天赋觉醒意象不是没出现过，但可以说屈指可数。所有人目光呆滞地看着那道身影。短短几日，这位宁家少主竟然接连为众人带来震撼。还打吗？我负手而立，看着面前的季道义，打。季道义双目血红，一只手撑着地面，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个字：站起来说话。我淡淡道：噗。挣扎中的季道义闻言当即咆哮一声，当场喷出一口鲜血，直挺挺的仰面晕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校长室的观战台上，传东海这对父子也看傻眼了。爸，宁修是 A 级天赋没错吧？ A 级天赋是怎么觉醒意象的？传虎呆呆问道。传东海目光直直盯着宁修道：我怎么知道？大一入学检测天赋，我在现场亲眼所见，不可能有错。不过这是什么意象？我以前在武道通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。某处角落当中，叶振北和叶嫣然站在人群外，脸上的表情各有各的精彩。叶振北参加完苏天祭奠日，看到宁修表现后，心情是不太爽的，因为宁家这小子突然没按套路出牌，导致这个热闹他没看成，于是就打算带着叶嫣然直接来到了东南武大。一是东南武大作为全国前10的武大，天才众多，能让叶嫣然见识见识，来一场激情的以武会友。二来他心情不爽，也想让叶嫣然过来虐虐菜。以叶嫣然的3S 天赋，如今远超同辈的实力，横行东南武大还是没问题的。于是来到东南武大，他就径直找到自己在东南武大的老友，东南武大的一名高层导师。还没来得及安排挑战，就见到宁修和季道义上了擂台，接着就发生了眼前的一幕。
老熊，这个宁修真特娘的是极天赋。叶振北死死盯着那朱青莲道：废话，当年入学检测资质，我包括传校长在内的高层都在现场，还能有错？身旁那名叫老熊的导师瞪眼道：A 级天赋觉醒异象，这怎么可能？当年不会是你们为了保护这位少主，特意隐瞒了他的天赋等级吧？叶振北还是忍不住质疑。老熊白了他一眼道：3S 天赋我们又不是没有，隐瞒这个干什么？再说了，以宁修的身份有必要隐瞒吗？宁家可是有3位武圣，谁敢动他？国主敢吗？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但眼睛一直死死盯着那株异象青莲，目光中的震撼始终未曾褪去。突然叶振北像是意识到了什么道：这异象衍生叫什么？闻言老熊也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不知道。两人对视一眼，震撼更加浓烈，因为现如今武道通史上记录的异象就那么120种，已经几百年没出现过新的异象觉醒了，竟然出现了他们不认识的异象。而且老熊又道，季道义的10亿黑龙是 S 顶级异象，宁修异象碾压10亿黑龙，说明他的这株青莲哪怕是在 S 级当中也是顶级存在，甚至可能是 SS 或者3S 的存在，甚至更高。闻言叶振北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见到叶振北这副表情，老熊突然忍不住调侃：你不是一直嚷嚷着看不上这位宁家少主，要退婚？怎么样，现在还退吗？叶振北闻言不屑撇了撇嘴：异象而已，我家然然也有。一旁的叶嫣然抱着双臂，俏丽的脸蛋满是凝重。他在对比自己的异象，要是遇见宁修的，会是什么样的结局？就在这时，异象突然消失，愣出神的叶嫣然忽然精神一振，紧接着美眸之中闪过一丝光亮。二伯伯，我想好2天之后要挑战谁了？叶嫣然嘴角扬起一抹微笑，她的异象虽然不知道品级，但绝对与我不相上下。以前倒是我小看宁修了，如果他能压我一头，嫁给他也不是不可能，但要是压不住我叶嫣然可不会嫁给一个比我弱的废物。叶振北挠了挠头，终究也是没有张开口。他之前反对这门婚事也是因为认为宁修是个废物，但是现在看来情况不对，只不过他不可能亲自改口，不然这个脸往哪里放？但现在叶嫣然既然自己说了，自己装个糊涂就是了。操场上喧嚣一片，我在所有人呆滞目光的注视下，淡定地走下擂台。擂台之上，一道身影无声出现在季道义身旁，单手拎起晕死的季道义，目光微微瞥了我一眼，便迅速消失在场中。我自然感知到了身后有人将季道义带走。作为东南域第3武道世家第1人，有个护道者也很正常。我回到了校长室，夏晴、苏雨嫣、江楚萧3人也已跟着返回。除此之外，室内还多了一名中年男子，男子肩上扛着一名青年，正是还没苏醒的季道义。他本来是可以唤醒季道义的，但这个时候唤醒季道义难免有些尴尬，还是让他昏着吧。此时，传东海父子包括夏晴等人看向我，目光复杂无比。这位他们一直都不看好的宁家少主，似乎不知不觉已经逆袭了。面对众人的注视，我倒是淡定自然无比。这时，传东海打破沉寂，第一个开口问道：宁修，你什么时候觉醒的异象？老师祭奠日的前一天夜里。一旁的苏雨嫣听到这里，心里有些嫉妒，原来是蹭父亲的光了。但觉醒异象的为什么不能是自己呢？传东海闻言深以为然道：听说人在极度伤心或是遭受重大刺激的情况下，也有一定几率觉醒异象，看来是真的。我呵呵一笑，也不在这上面多纠缠，笑道：传校长，资源投放的事情我想应该没有意义了吧？我说着，余光淡淡瞥了一眼中年男人，就按照之前所说分配吧。季家要是觉得有问题，可以撤销一部分投放。传东海说着也看了一眼中年男人，江楚萧在一旁补充道：缺失的份额江家可以补上，他倒是希望季家一气之下撤销资源，这样就少了个竞争对手。中年男人气结，但作为长辈也不便跟晚辈一般见识，况且季道义跟宁修有赌约在前，可以，我同意。中年男人只能无奈替季道义应下。传东海见状也是缓缓点头道：既然都没有异议了，那就这么定下了。下午，诸位尽快派人过来签署协议，然后资源就可以陆续到位了。资源投放分配完毕，一场由4大家族新一代初次会谈的投放就这样结束了。商讨结束后，我走在操场上准备去修炼室修炼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叫声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。你等等我，我让你等等我，你没听到吗？苏雨嫣在后面追了上来，挡在我身前，嘟着嘴不满说道：苏同学，你有事吗？听到我对自己的招呼都变了。苏雨嫣没好气道：有件事跟你说，之前确实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所以想请你原谅我，但是我毕竟是个女人，你是个男人，你那样对我终归是不对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好笑的看着他，想看看他又要出什么幺蛾子。被这样盯着，苏雨嫣有些心虚。这次的资源投放，我希望你能帮忙把苏家的那部分资源补上。苏家现在资金紧张。没等苏雨嫣说完，我直接打断，冷声道：你苏家拿不起钱跟我宁家有什么关系？而且当初要拿东南武大的资源投放，是你苏家死皮赖脸求我去跟学校要的，现在拿不起直接退股便是。苏雨嫣胸口剧烈起伏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红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反驳，只觉得心里憋着一股火，咬牙道：宁修，当初确实是我苏家求的你，但你要是没答应，我苏家还用掏这个资金吗？今天这个资源你要是帮苏家拿了，我就原谅你，不然你真的没有任何机会了。苏雨嫣握紧小拳头，一脸愤怒，我懒得搭理下去。对待这种大脑完全被掏空的女人，多说一句都是废话。你随意，以后没什么事不要来烦我。我不对，是最好别出现在我面前。我身上猛然爆发一股气势，惊得苏雨嫣尖叫一声向后退去，看着我头也不回的远去。随着时间发酵，我挑战季道义并且觉醒神秘异象青莲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东南武大，并且传到了网络上，再次登上热搜，一时间引起不小的轰动。宁家宁战天以及宁家全体听到这个消息，一开始是不相信的，直到宁战天反复让人确认，并且看到我与季道义对战的视频，这才相信，转而狂喜。但冷静下来后，宁战天又有些错愕，因为这异象叫啥，他一个武圣竟然都不知道，难道他儿子要创造新的异象了？看着一会狂喜一会呆滞的家主，宁家人也都有些无语，能让堂堂武圣露出这般姿态的，也就这位宁家少主了。东舔狗第6天，奖励星渊之下，注附属赠品1：星渊垂钓工具，赠品2：星渊鱼饵。这一夜我并没有回家，而是直接在武大的修炼室开了个房间，直接进入修炼状态。才过了12点，第6天的奖励就到账了。我立刻好奇查看了一下系统说明，这一查看顿时
时面色狂喜。这星渊就是一座深渊，可以理解为一座深渊鱼塘，里面拥有各种神秘物品。我可以通过星渊垂钓工具钓鱼，从星渊当中调取这些物品。不仅如此，通过专注集中垂钓也能够提升武道修为。我二话不说，意念一动，顿时我感觉自己的精神力进入到了一片未知混沌的空间，在其面前更是浮现一座深渊，深渊当中竟然有无尽的星辰之光闪烁，宛若一座星辰汇聚而成的大海。我啧啧称奇。紧接着，一杆通体闪烁星辰的鱼竿浮现在手掌当中，鱼竿尽头的鱼线上还吊着一个鱼饵。我低垂眼眸，沉下心神开始垂钓。转眼2个小时过去，我忽然鱼竿上传出一阵异动，我精神一振，陡然睁开双眼，抓着鱼竿的手用力一挑，咚，垂钓成功，获得飞天魔鱼。注：飞挑鱼，飞天之鱼，蕴含天地之精，服之可提升武道修为。看到垂钓物品的那一刻，我精神再次一振，因为这飞天魔鱼是星门后的星族，种族的名字就叫做飞天魔鱼族。自己不会钓了个星族吧？我当即一挑鱼竿将飞天魔鱼拽了上来，只见鱼线尽头的鱼饵上正咬着一头跟牛犊子大小的巨鱼，巨鱼通体金灿灿，一双乌溜溜的鱼眼中充满惊恐，明显是具有很高智慧的生物。在看到这条巨鱼的外形后，我狠狠倒吸一口凉气，真的是星族飞天魔鱼？难道星渊之下是连同着星族生活的那个世界？我暗暗猜测着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星族所谓的世界应该叫星界。星族跟地星一样，也是有着自己生存的世界的。星门只是连通地星和星族世界的通道。如果自己的星渊之下真的是连接的星族生存的世界，那么岂不是说星族的星界变成自己的鱼塘了？很快我回过神来，飞天魔鱼这个种族极其特殊，虽然战斗力在星族中算得上地板级别，但它体内蕴含丰富的天地之精，对人族武者来说是难得的大补之物。我二话不说，一口将飞天魔鱼吞了下去，很快将其炼化，一股浓郁无比的能量直接涌入了全身4肢百骸。1个小时后，我彻底炼化所有精华，武道境界直接再次突破，达到了4品中期，瞬间突破了一个小境界。这条飞天魔鱼好像并不是普通飞天魔鱼族啊，普通的没有这么浓的天地之精。我记得当年二叔柏宁川为了给我突破2品至骨，曾经带回过一条飞天魔鱼族，那条蕴含的天地之精明显比这条弱不少。想着，我再次忍不住一甩鱼竿进行第2次垂钓。然而转眼到了清晨，我就再也没钓上过任何东西，我略微有些失望，不过也没什么，来日方长。但我接着惊讶地发现，通过一夜垂钓，自己的精神力和武道修为还是有所增长。每天钓钓鱼，哪怕没有鱼上钩，竟然也能增长武道修为，我不禁啧舌。系统的奖励好像有点过于逆天了。随后我推开门走出修炼室，操场上此时已经聚集了上千道人影，都是东南武大的学员，还有几十名导师也都到场了。所有人都想见识见识昆仑武大的这位顶级天骄的风采。但连续2次挑战过后，所有人看着台上那道少女身影，感觉莫名沉重。白小白是武榜第18，竟然没撑过3招，这个叶嫣然实力这么强，是不是离谱了？叶嫣然实力强众人是知道的，但武榜第18的白小白直接被秒杀，还是让人骇然。果天灵也输了，第16，依旧2招。这个叶嫣然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？怎么感觉比咱们东南武大那2位三男还强？听说叶嫣然还觉醒了自己的异象，岂不是更没法打了？随着2次挑战失败，整个东南武大的全体学员都沸腾了起来，同时原本的切磋赛气氛也变得异常凝重起来。昆仑的昆仑榜，东南武大的武榜，2个武大的第一人一直是被人讨论的热点。但此时看到叶嫣然的表现，众人突然觉得情况不妙，叶嫣然好像比武榜第一那位强势多了。擂台下的嘉宾接待位置，老熊正接待着叶振北，见到叶嫣然3连胜，叶振北捋着胡须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老熊啊，这就是你们武榜的第18、16，也不行啊，跟我东域昆仑武大的昆榜上的同名次差远了，跟我叶家的天骄榜更没法比。”老熊闻言嗤笑一声道：“你嚣张什么？你叶家的一群小刁毛很牛逼吗？这叶小尼在昆仑武大可是昆榜第一，第一打排名10几名学员碾压不是很正常？”叶振北嘿嘿笑着，一脸骄傲地说道：“别贫嘴了，有本事把你们东南武大那2位 SS 天赋的榜1、榜2叫过来打打，要是不行让那2个一起上。”老熊也不生气，这么多年了，嘴嗨的臭毛病还没改过来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武榜真正的第1、第2是夏家和江家那2位，他们2个根本没兴趣打武榜，你打这2个 SS 天赋的有什么用？就在这时，擂台上的少女叶嫣然突然看向老熊开口：“熊叔，最后一场我已经有指定人选了，不过那个人现在不在场，您能安排一下吗？”老熊闻言挑眉：“丫头你尽管开口，是江家的江楚萧还是夏家3000金？”夏家那丫头马上道：“江楚萧他生意太忙了，我尽量安排到位。”叶嫣然微微一笑，摇头道：“都不是。”老熊再次挑眉，人群也被勾起了兴趣。叶嫣然这时开口道：“我最后一场想挑战的人有些特殊，宁家那位少主宁修。”叶嫣然这句话说出口后，除了早有预料的叶振北，现场所有人都是一脸懵逼状态。宁修昨天赢了季道义，确实出人意料，但跟叶嫣然这样的顶级天骄还是有很大差距的。叶嫣然跟宁修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天骄选手，他是怎么想起来挑战宁修的？老熊微微错愕，然后便似乎想到什么。作为叶振北老友，虽然宁修和叶嫣然的婚事还没传到外界，但他还是听过一些消息的。老熊意外道：“大侄女，你怎么想挑战宁修？我可提醒你，这小子最近有点邪门，一个 A 级天赋竟然觉醒了异象，还是能碾压 S 级异象的超级异象，用邪门形容一点也不过分。”叶嫣然小脸一脸认真道：“在武道修为上确实可能有点欺负人了，但我对宁修的异象很感兴趣，我想试试他的那株青莲跟我的月光血莲相比，谁的更强？”叶嫣然话语中充满自信，比武道修为，宁修还真没这个资格。但宁修的异象很强，很特殊。二叔伯说过，宁修很可能创造新的历史，觉醒了新的异象。他的异象是月光血莲，同样都是莲，自然想对比一番。而且他跟宁修的一些事也必须当面说清。老熊闻言有些为难道：“我可以帮你去申请，但宁修的身份你也清楚，人家能不能同意接战？我接了。”老熊的话还没说完，擂台下方的人群就忽然纷纷向两侧分开，随着一道声音响起，我缓缓迈步走入场中。